被美国传染了，英国的新航母变成了器官供应库，这对中国有何启示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福田少。航空母舰对任何一个大国来说都是奢侈品，美国在这方面算是土豪了，但是已经出现了核动力航母排队维修的情况。作为美军有史以来造价最高，也是最先进、最大的航母，福特号航空母舰的研制进程也是困难重重，出现了从福特级2号舰肯尼迪号航母上拆零部件的情况。美国新航母出现零部件短缺的状态，主要原因是美国造船工业的衰落，间接原因与新冠疫情对供应链造成冲击也有关系。如果说航母缺少关键零部件是病了，那么从其他平台上拆借零件，无非就是将病症转移到同型航母上。有意思的是，英国人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航母有一天会被美国传染。造价高达30多亿英镑的航空母舰威尔士亲王号，去年由于出现了重大的机械故障，就变成了器官供应库。据《每日邮报》报道，威尔士亲王号在2022年8月，因为出现了主螺旋桨和右旋侧螺旋桨的技术问题，被迫取消了访美行程。噩耗才刚刚开始，螺旋桨出现故障之后，威尔士亲王号在苏格兰的干船坞准备维修，结果非但未等到及时的修理，反而使自己的零部件被拆除了，被用于更换其姊妹舰伊丽莎白女王号上的故障部件。这里面就包括了升降机的链条、燃油过滤器、电力系统的部分燃气涡轮等等都被拆除了。英国确认2艘航母都需要更换燃油棒。最令人意外的灾难是2个螺旋桨这么快就不能用了。威尔士亲王号的2个螺旋桨刚刚使用没有多长时间就不能用了。现在的问题是，美国和英国的航母都出现了器官供应库的现象，那么对中国有何启示呢？首先，维持军工产业链的健全非常重要，保持严谨的军工科研体系更重要。美国福特级航母的主要问题还不仅仅是供应链危机，而是新技术应用过多，也就是步子迈得太大，扯到了腿。英国航母连最基本的螺旋桨质量都无法保证，而这可是成熟的技术。这充分证明，保持严谨的军工产品质量控制体制有多重要。越是复杂的系统，越要严谨。航母造出来，如果无法保证稳定的运行，那基本上就是废物吞金兽，其后果非常严重。美国人面临的另外一个难题是，一些航母的配件供应商在疫情冲击下已经倒闭了，所以后续下单时就找不到对象了。这也证明去工业化的美国和英国失去商用造船工业之后，要想维持其庞大的军舰造船供应链会非常困难。当然，中国的造船军工企业都是实力强大的大型集团，完全可以避免这种情况。第二，保留必要的特殊备件，提高系统的冗余度。对于一些容易磨损的配件，还是要有一定的库存的，以避免出现英国人连升降机链条都没有的尴尬情况。第三，军舰和航母制造也要考虑备件的通用化，零件的通用化是一个国家简化主战舰艇后勤保障的重要措施。航母也需要尽量多的使用其他军舰上的零部件。总体而言，从美国和英国航母变成器官供应库就能看出来，就算是航母使用经验非常丰富的海军强国，也会出现航母战备水平极为低下的情况。其根本的原因还是2国造船工业的衰落，也与军工部门缺少严谨的质量控制体制有关。这些情况也说明，中国海军在航母领域完全有可能走出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，甚至能够因此而打破美军航母的海上霸主优势。好，今天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